非凡中国的这个老板，其实我的老板就是李宁，大家对他也很熟悉。他不光是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也是很优秀的企业家。李宁对于我来说，我从9岁认识他的，真正见到他，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我的偶像。不光是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种惊人的这种技术，包括还有他为人非常的和蔼。在他退役之后，也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带给我们很多神话般的故事。那对于我来说，也是退役之后很有幸能够和他一起参与这个体育的事业。2008年奥运会以后，很多的运动员发现了自己，那也很多的人也因为08年，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因为有了媒体的很多的参与，所以造成了很多运动员，像08年以前就有刘翔啊，像林丹啊，就更多的变成不光是个体育明星，更多的是成为了一个明星，给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看到了一些起到了一些激励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08年到可以说到12年吧，或者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08年奥运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团队，包括全中国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100年难得的一次机遇。无论是从运动员比赛拿金牌拿奖牌，还是对于全国人民的一个关注度，包括还有体育产业的机遇，都是敞开了一扇大门。46号文件是对于体育民生、老百姓体育的一个推行、一个改革。在整个文件当中也有很多的指标。2025年我们需要达到5亿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经常保持锻炼。那还有要达到5万亿的体育产业，大力的推动了整个体育产业，也推动了老百姓的一种激情。从非凡中国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巨大的体育机遇。非凡中国的宗旨是要成为国内首屈一指、最具有活力的体育和绿色企业。我们的核心业务包括有赛事的举办、运行，各个国家运动队的商业合作以及代言。我们还有这个 CUBA 篮球联赛，这是推动了整个青少年篮球的这种运动健身。还有这个我们正在独家运作的李宁10K 跑，那也是这个老百姓只要换上一双鞋就可以参与的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像这样的机遇有很多很多。
其实，在整个公司运行当中，包括这个体育员的参与啊，还有赛事的运行啊，我都会参与。非凡中国还有最重要的一块是体育园的打造。那现在的话，我们在南宁、在扬州，还有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在建的和在谈的。对于我之前提到的体育园，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不仅是带动了整个城市的面貌，也给整个城市的老百姓提供了健康生活。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在想到体育场馆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可能会想到鸟巢，会想到这种大型比赛的这种场馆。然而在体育园当中，是每一个老百姓可以看得到、可以玩得到、可以摸得到的，是一个从3岁的小孩到可能到60、7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都可以参与的运动都在里面，比如说游泳、跑步、网球、篮球，包括还有太极，这些都在里面。这个是给人们带来一个健康、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慢慢的正在转变，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投入到运动健身当中。作为一名运动员，其实我觉得我是有责任能够带给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一种健康生活。那还有包括更多的年轻小朋友。08年奥运会以后，让很多的人了解了体育，因为北京2008是一个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人，是中国的一次体育大洗。所有的人通过了08，接触到体育、了解到体育、关注到体育以后，那也影响到他们参与到体育里面。这个改变是非常明显的。那不管是从这个田径路跑，从到跑步，到足球，到羽毛球，到乒乓球的发展。很多都从原来在电视上看的比赛，到实际自己可以参与的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体育在过去这几年的腾飞，特别是群众体育的这个腾飞，这个参与度的提高，和08年以及08年以后相应出来的政策和这个社会的需求是紧密不可分的。在2008年以后，尤其是北京举办完奥运会，那其实它的影响力是有这种传播力的。那我们尤其是在08年参加的运动员，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代运动员，因为你是在家乡作战，所以你还代表了很多省市，代表了很多地方的人的关心。那08年退役的一些运动员，应该是传播力应该是最久的一代运动员。我应该跟林丹呀、李娜呀，还有姚明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中国新一代的运动员。很多的运动员现在有很多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到来，一个中国体育的时代到来。中国就是更多人想去了解体育明星的另一面，他们会请运动员去参与一些，然后了解一下运动员的生活，他的家庭。网络社交平台对于体育明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通过这样的平台更加的了解你，然后更加的快速的能够跟你沟通。就像今天上午跟我太太在拍全家福，那其中的一个直播的平台，那可能很多网友会看到所有的这样的形象，这像以前几乎都是会从节目中录制剪辑来了解。我其实在很多平台就有自己的这个粉丝，数量也还算是可观的。那他们其实更看重的并不是我的外貌啊，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看我的技术，看我的这种拼搏的精神，那常年累积下来的一种喜欢我的一种人群。
所以当我退役后，他们依然追随我，是因为我身上依然有我作为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所以我也会以这种状态去往下去行走，不管我在干什么事儿。你有一个粉丝的一个状态，一个基础来讲，对于你个人来说，你会更容易成功，因为其实你已经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了，因为他们是愿意追随你的，并且他们可能通过你的行为，通过你的一些举动，他们会愿意追随你，所以你也就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或者是一种品牌。但是你要是想把这些追随你的粉丝这种品牌转换成一个商业品牌的时候，那就要看你的商业的这个事情是否也是他们认同的。我现在不敢说自己是个企业家吧，我只不过是刚转型，然后去做一些我认为我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但也有一些挑战的事情。中国体育是一个全民体育的一个时代，很多人已经开始注重自己的健康。因为有更多人参与到了全民体育当中，就有了很多需要了，对于教练的需求，对于运动品牌的需求，对于专业度的需求，会让很多运动员把以前的这种技能能够多方面的去涌现出来。我希望做一个领先者，我来跟国家体育总局来合作，来帮很多的教练做认证。我觉得我是非常有这样的经验以及有这样的责任去做的，这样也对于中国的未来的想参与体育的人会更加的有意义。